周晨是我的白月光，10几岁穷的时候，他和我共患难。现在我成了身价上一女大款，他出轨了。周晨净身出户追求真爱后，我看着卡上的9位数，愁得夜不能寐。但既然他选了别人，为什么还要后悔？回来跪着求我呢？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最早发现丈夫的不对劲是在年会后，几轮抽奖下来，大家热情高涨。吃完宴会厅自助，又到 KTV 续摊。30岁以后，我再也熬不动夜，先结了账后偷溜出去等周晨来接我。头顶的夜空黑蒙蒙的，月亮小小一抹，周边城市化后灿亮的发光体交相辉映。怎么不在里面等？周晨来得很快，他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肩上，我抬眼笑着看他，身影映入他同样笑意盎然的眼睛。他搂着我往外走，这一刻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等到周晨发动车子，我才想起来问他，你们公司不是上周开过年会了吗？你怎么今天穿上西装了？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周晨最讨厌西装的束缚，平常时候不管我怎么夸他穿西装格外帅，他也只肯穿那2、3个小时。好在他找工作选的是生物公司的实验室研发岗位，不用再受衬衫领结的折磨。周晨顿了一下，才告诉我，今天同学会我们请老师吃饭，我想这种场合还是穿得稳重点。哦，我心里感觉奇怪，往后调了调座椅。你刚送完同学过来吗？副驾驶有点挤。我没等到周晨的回答，就先摸到了缝隙里小而短的圆柱形物体。我下意识掏了出来，是一支唇釉。是不是之前你掉的？我记得你也有一支。周晨问。我摸出包里的唇釉，掉的这只是我的，那我包里的是谁的？正巧遇上红绿灯，车停了。我和周晨看着前方都没有说话，又是周晨先开口，可能是刚送同学回家他掉的，他怕坐后面显得我像司机不礼貌，就坐副驾驶了。你不是不觉得副驾驶是老婆专属吗？哦，我说，那天回到家后，周晨照例给我做了醒酒汤，递碗给我的时候，他以为自然地偷看我的眼睛，不确定我有没有真的相信。我面上风平浪静，内心一个字都没信。那支唇釉是上个月某公司新出的色号，因为丑得离奇差评多多，唇釉公司急得连夜买推广，找冤大头清仓，疯狂营销成送女朋友必买，女生收到都感动哭了。众多情侣博主拍收到时的无语表情，反而热度暴增。总之，周晨直男癌晚期，真的坚信某宝标题买来送我。我很想告诉他真相，但为了保留他送礼物的信心，最后还是住口。没想到他还带买1送1的。开完会我长叹口气，趴在桌上，耳边传来一声轻笑。我肃地坐起来，男助理站在办公桌前，拿着奶茶。关总是工作太累了吗？我有点尴尬，但面上不显，嚼着珍珠问他，你们男人会送老婆和出轨对象一样的礼物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有出轨对象。男助理意有所指，我怕他在发挥茶艺，换了另一个女助理小文进来，听过我的讲述，小文灵光一闪，关总，说不定这个女同学也有个被营销诈骗的直男癌男朋友呢。我恍然大悟，和他奶茶一碰杯，这是我最能接受的解释了。如果没有下一次怀疑，公司新拿下一个大项目，好饭好酒招待完甲方公司后，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站在台阶上，夜空依然是雾蒙蒙的。男助理过来扶住我，您今天喝酒了，我送您回去吧。
我的脑子像没充会员的视频网站一样卡顿，还没想出拒绝的话，就让他接过了逝者手里的车钥匙。如果是清醒点的，我一定会拒绝，再叫代价。周晨对我身边的助理不全是女性吃过好几次醋，虽然她吃醋后不会暴跳如雷，但她会连着几天晚饭做酸汤面，直到我吃不下去偷偷点外卖为止。但我现在不够清醒，我点点头。对了，都是刚才的酒度数比平时高，我一点也不顾及形象。咸鱼瘫在后座，座椅下面有只孤零零的小熊，我使劲掏出来。上次我们去游乐园抓娃娃，一人抓了1000块钱，弥补我俩缺失的童年。最后手酸到开不了车，游乐园没有代驾接单，我只好让司机多跑一趟，把我俩带走。那么多娃娃，大部分都很丑，周晨一点也不嫌弃，珍惜地给每个玩偶在家里找个站岗位。但他漏了一只，手里毛茸茸的小棕熊，有双豆豆眼。我和他对视，脑子里小熊变成了周晨的脸，我恶狠狠地蹂躏起来，以至于不知不觉地到家了。我站在家门口，男助理半笼罩着扶着我，虽然我自己站得稳，而且他挡到我找钥匙了，门从里面开了。我下意识抬头望进周晨的眼睛里，他又不高兴了，但我没有计较，径直走进家里，不在乎周晨怎样打发走男助理。桌上摆着4菜1汤，摆得很整齐。周晨有强迫症，他关上门，声音近了：“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番茄牛腩，你没回来，都冷了。”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块，周晨一个箭步上来，握住我的小臂：“都冷了。”他皱着眉头：“明天晚上早点回来吃饭，晚回来也要告诉我们离婚吧。”我说。周晨似乎误会了我要离婚的原因。那天以后，他每个中午都来公司送饭，晚上加班也来。你工作不忙吗？第3天，我忍不住问。周晨看眼手表，最近工作不忙，我申请了居家办公，而且新修的地铁比开车更快。粮食是无辜的。我认真吃完满满饭盒的番茄牛腩。周晨，你先坐下，我决心和他好好谈一谈。你是觉得我出轨了才在这里神出鬼没吗？不然呢？周晨拿出一杯我点单频率最多的冰淇淋珍珠芋圆椰果奶绿。我们明明很好，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外部干扰，我们为什么要离婚？他摇匀小料，插上吸管。我下个月32岁，认识你16年，我爱你的时间已经和没有你的时间持平，很快还要赶超。我嚼嚼珍珠，更深层次的诉求，你有想过是什么吗？周晨双手撑着办公桌和我对视，打了个比方，我关心你的健康，控制你喝奶茶，别人只想讨好你，得到奖励，你想喝几杯喝几杯，时间一长，你觉得我不好，别人好，我一下子喝不下去了。第一，奶茶好喝；第二，我有钱可以自己买；第三，婚姻是我们2个的事，不要胡言乱语。那我们2个有什么问题？上周13000的耳钉买给谁的？我翻银行发来的短信，你的。周晨下意识回答，但1秒后，他的表情像是想把舌头咽下去。我没耳动，我乘胜追击。1个小时前转款40万是给谁的？或许因为现实的波折，夜晚我梦见以前的事。计划生育的年代，农村1胎是女孩的，可以再生2胎。生了姐姐后，父亲母亲紧锣密鼓地张罗起2胎来，怀上我后母亲爱吃酸的。爷爷又找了村口的大师算命，父亲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他的命根。9个月后，我的降生无疑是给了全家人狠狠一耳光。从我记事起，
我面对的永远是高高的、洗不完的碗筷、衣服，长长的阴影深深地笼罩我。我努力干活，希望能得到片刻喘息，可是家里的活计怎么也干不完。再长大点，我才偷听到，原来大伯父会把他们家的衣服被褥丢到我家洗，又从我家锅里带饭走。因为父亲没生儿子，大伯父自认父亲母亲，最后还得靠侄子养。姐姐和我嫁人了，也要仰仗娘家兄弟。爷爷会去别人家里接各种杂活甩给我，拿来的钱去村口买烟，赔钱的丫头片子也就这点用处了。他们说我从墙角背后看他们，他们说的不对，家里养我只用了一点点米，一点点不值钱的菜，我的劳动让几家大人都清闲，他们还拿走我的辛苦钱，抽烟买酒。我是赚钱的，为了有个儿子，父亲带母亲找关系看胎儿性别，又找好几个神棍买包生子的汤药，弟弟才是赔钱的。我告诉姐姐，姐姐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的发现。奶奶内着鞋底，没有抬头，生儿不生女，从来都这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反驳了。上面要普及义务教育，村里干部也挨家挨户劝上学。我有幸摸到了课本，课本的纸软软的，香香的，课本上还会写从来如此便对吗？我想告诉奶奶，但我找不到奶奶的墓了。弟弟出生后，母亲喜极而泣，父亲给他起名耀祖，希望弟弟能继承他的家业。我环顾四周，不知道这破屋子有什么好继承的。之前求神问佛，让家里负债累累，为了躲着超生的罚款，母亲带弟弟不敢出门，父亲更是有儿万事足，打零工够他和耀祖有口饭吃就行，全等着耀祖有出息后带他吃香喝辣。姐姐和我艰难支撑，白养着他们3个人，但我俩终究是未成年，农村活计也少，父亲懒得做活，花钱也不痛快。经伯父点拨，他想到个更赚钱的法子。那天我下学回来，厨房里院子里都不见姐姐，找你个脑袋呀！你姐早享清福去了。父亲叼烟倚在房间口，手里来回刷刷数钱。我脑子里像是岩浆迸发，你把我姐卖了，死赔钱货，卖你个头啊！父亲过来一脚踹到我胸口，老子给他找了个好婆家，他隔壁还有个光棍，明年正好轮到你。我倒在地上，眼泪哗哗地流。还没到1年，父亲的谋算就破灭了。姐姐嫁人后，初期过得还好，但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要钱。婆家一看，这还得了，他们是想娶个媳妇，可没想过要供媳妇全家。姐姐家在两边受气，最终在一次挨打后没想开。父亲想明白，沈岩嫁人就是别人家的，赚钱也是一次性。这次他吸取教训，把我押到镇上的厂子，厂里包吃包住，每月工资直接让领班寄给他。虽然父亲的初心是坏的，但这次无疑让我见到了更多人，更大的世界。这1年，我先后遇见了李念和周晨。李念是我在厂里的工友，和我同命相连。你没事吧？要不歇歇再坐。李念转过头，关切地看着我，眼睛圆圆的。我在梦中贪婪地描绘着他的眉眼。这时候，我做的工作是长期工，做多做少都拿一样的钱。我被父亲紧紧攥着工资，做活也散漫，但厂里没文凭，怕丢掉这份工作的人居多，他们使劲工作，我在其中格格不入。小组长看我不顺眼，我在寝室也受到霸凌，白天精神恍惚。李念第一个发现了我的异常。组长，关鸠已经好久没有歇班过了，今天要不先让他回去休息吧。我像一个旁观者，看着记忆中的一切重现。组长是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女人，
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红色衣服，让他回去休息。他的活你干嘛？厂里给你们付一样的钱，你们就想着偷奸耍滑了？梦中的我好像突然挣脱了束缚，拉起李念往外跑。小组长在后面喊叫着，我们跑啊跑，跑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天地之大，只有我们2个人。李念笑起来，你今天怎么了？眼睛笑着眯起来，像小狐狸一样。其实现在的我是17年后的我。我说，再过10天的下午，你不要去帮人顶工。为什么？李念歪着头问我。17年后，我们是不是都特别有钱，住着大房子，摆脱那些人了？我紧紧抱着李念，我舍不得他。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要李念。我哭着醒来，周晨探过身，正在帮我擦眼泪。他是那种很正气的长相，却有一双天圆的眼睛。开心地笑着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像小狐狸一样生动。或许是因为心疼我，周晨开始和我坦白。他说，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困难，你可以相信我吗？之前不是和你说我参加同学会，我上学时候最好的朋友的父亲生病了，我才借出去。我知道这40万很有可能还不回来，或者说短期甚至几年内都还不回来。但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40万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于别人来说却是父亲的一条命。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呢？刚刚经历了梦境，我的眼泪哗哗的止不住。我错了，周晨和我道歉。当时也是同学会上遇见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去帮助这件事。我同学的父亲我也见过，上学的时候他还给我做过吃的。他现在生病了，急需这40万。我不想袖手旁观，但我知道对于你来说，他只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我第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和你开口说这件事情。但现在我知道我老婆最善良了，原谅我好不好？她紧紧抱住我，我们17岁就认识，现在已经15年了，我想不出怎么样和你分开。我反抱住她，这一次我没有追问耳钉的事，或许因为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默默停掉了给他的卡，他也没有问我。我和周晨又一次相安无事了。现在我会每天安排好公司的事，按时下班。周晨提前在家里做好饭，我们共进晚餐，像是一对从来没有过嫌隙的爱侣。今天怎么突然做这个了？我倚在厨房门旁，看着在里面忙碌的周晨，锅里油滋滋的冒。周晨像做实验一样，细心称量好每种调料的分量，围裙勾勒出净瘦的腰。今天下班正好路过一家店卖烤肉饭，想起我们那时候穷得没饭吃，最想吃的就是烤肉饭，忆苦思甜饭啊！我调笑道。17岁的时候，我遇见周晨，那时候我失魂落魄，准备过马路，他从后面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看不到有车吗？过马路小心点。那时候他穿着一种蓝白的校服，身姿挺拔。我抬头望进了他的眼睛，心跳如雷。其实我只比周晨大1岁，那时候的高中生都不爱穿校服，我偷偷混进一中也不算显眼。课间操的时候，我看见好多女生借着转体运动偷偷看他，我好羡慕他们的青春洋溢。如果我没有被迫辍学，是不是今年也可以参加高考了？周晨不知道我没有上学，只以为我是其他学校偷溜进来的。你还是好好回去学习吧，他劝我。马上就高考了，多考1分比什么都重要。我如梦惊醒，明明都是17岁，但我们的人生已经大不相同了。后来我再也没去找过他。李念意外去世后，我颓唐了好一阵。我不愿意再在厂里无偿工作，也不想回到家再被打骂。仗着还没到发工资日，
父亲还不知道我已经辞职跑路，我一直在街上游荡，所以再遇见周晨是个意外。他独自坐在街角，像是和我一样流浪了几天没吃饭。我默默走过去，蹲在他身边。你怎么不回家？我问周晨。回不了，我家散了。你呢？周晨反问我。我像说书一样给他讲了讲我重男轻女的爹，被迫重男轻女的妈，柔弱的姐姐，超雄的耀祖，总之就是等着吸血的一家。周晨沉默了一会儿。我爸之前是公务员，我家本来挺好的。高考前我才知道我爸收人贿赂，现在已经进去了，判了应该不短。我妈跟我爸离婚，改嫁走了，现在我家就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可以假装成一家人，我提议，就像世界上所有人假装的那样。周晨把脸埋进手心。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还想上学。你上学在哪儿？我问。他说了一个地名，在另一个省。我养你。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你没说疯话吧？我养你。我又重复了一遍。就当给你投资了。我投资一个大学生，不行吗？我们一起逃跑了。虽然我和他夸下海口，但这么多年，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子。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拿出最后的积蓄，到售票口买了2张硬座。距离真的很远，车厢里空气闷闷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忍不住吐了。周晨忍痛拿他的名牌外套和人换了几个橘子。你在此处不要走动，我去买2个橘子给你。周晨笑着。我没明白他说的意思，傻傻地问：你不是已经拿回来了吗？初到大城市的我们像2个土包子，原来晚上也能有这么多亮眼的灯，但是大城市的天空黑蒙蒙的，没有像我们那里那么璀璨的星空。我们俩磕磕绊绊相互扶持。我初中就辍学了，没有学历找不到好工作。一开始我遇见一个老乡，以为他是真热心，就像理念一样，结果狠狠坑了一把。我哭啊哭，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周晨也很绝望，要不咱俩买瓶农药一起过去吧？他提议。不行，我拒绝。那我白忍10几个小时硬座了。我俩笑起来像2个傻子。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又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后来因为房地产产业慢慢转凉，我转去做汽车销售，慢慢锻炼和顾客沟通，因为会体贴顾客，特别是理解女顾客的想法，不像某些男同事当懂王花别人钱买自己喜欢的，所以我赚的还可以。后来有位女老板看上我的销售能力，挖我跳槽，是我一生的贵人。跟着女老板干了几年后，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在她的鼓励下，我出来开始单干创业，经历一系列波折，终于把公司做大做强。我买了年轻时喜欢的大房子。29岁，我和周晨一起组成了我们的家。回到现在，我帮着周晨一起摆盘端菜。以前我们穷的时候，买一份6块钱的烤肉饭，拌在电饭煲里，淋上3勺老干妈，2个人分着吃。那时候周晨总是偷偷地把他碗里的肉挑给我，说我要出去跑工作，体力消耗大。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有钱了，多少烤肉都买得起。我们2个却好像背对背走远了。早上闹钟没响，我起晚了。我接到男助理的电话：关总，车已经在楼下等了。我挣扎着起身。周晨嗯一声：怎么了？我有个活动，现在要出发了。我和他解释：你继续睡吧，早点回家吃饭。周晨其实根本没醒，只是模模糊糊的潜意识回答我：今天是安大校庆，广邀校友。几年前我在安大读了在职研究生，因此也收到了邀请函。一路上我有些心神不宁，
我想起当年第一次遇见周晨，他握住我小臂的一瞬间，我手腕上的镯子碎了。镯子是李念送给我的，其实并不值钱，但总归是个念想。那一瞬间，我看进他的眼睛，我想这是李念给我的指引。但昨天晚上，我罕见地梦见李念，他背对我站着。或许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他32岁的样子，也快要记不清他17岁的样子。像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公司开得越大，就越迷信。我问合作伙伴，找了个有名头的大师，把我的梦掐头去尾，只简简要地告诉他。大师回得很快：关总，我建议你尽快离婚。啊，我想，现在的大师都这么直白的吗？一瞬间，我都开始怀疑这是竞争对手为了赢过我设下的陷阱了。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做完了演讲。安大的学生代表上来献花，我微微鞠躬，笑着接过花。花下是一双圆润的杏眼。关总你好，我是安大学生林深。他开朗的样子像17岁还没经历过磨难的周晨。我恍惚了，一时不知何年何月何地。一直以来，我对周晨抱有愧疚感。有时候深夜里我抑郁的时候，会想，是不是没有遇见我，周晨就不会经历这些苦难。晦气的丫头片子，童年对人的影响巨大。逃离原生家庭这么多年，爷爷、伯父、父亲的诅咒始终萦绕着我。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周晨，一方面我也怕他会把这一切归咎到我身上，另一方面理性也告诉我，周晨父亲收的贿赂又不是我送的，强压下心绪。我笑着看完了接下的仪式，该鼓掌鼓掌。活动结束后，人群三三两两往外走。我坐在座位上，深呼吸一口气。关总，您是不是有点中暑？林深蹲在我旁边，递了一瓶冰水给我。我接过来，他的指尖与我的手掌仿佛不经意间触碰。关鸠，我好像听见了周晨的声音，不是幻觉。我转过头，真的看见周晨大步向我走来。你怎么来了？我吃惊道道。我怎么不能来？周晨下意识顶嘴，他又找不到。你说你来安大，我才想着中午来接你。我反应很快，我没有说起过。周晨被噎了一下，是你助理说的？不可能，如果他们和你说，会和我汇报的。我更疑惑了。周晨又被噎了一下。周晨，从更后面传来叫他的声音。我下意识循声望过去，望见一张熟悉的脸。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记得他是那年我偷溜进一中的时候瞧见的众多青春洋溢的偷看周晨的女生之一。周晨从来没和我说起过，他重逢的借钱的同学是女同学。这4个人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两两离开，而周晨显然比我更加慌乱。他先稳住了女生，边解释边退出了会议厅。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对女生解释我的存在。过了10分钟，我看到了手机上他的微信。我怕沈岩知道咱俩是债主，不安心。我想起大师的嘱咐，第2次回给他。周晨，我们离婚吧。周晨估计在忙，没有看到我的微信。中午，我找了合作的律所，拟写离婚协议，分割财产。第2天，打印好的文件就放在了我们的餐桌上。为什么要离婚？周晨眼睛红红的。别装傻了，我说，人只能爱一个人。我没有爱上沈岩，我只是看到他想起曾经我家庭幸福的日子。他父亲生病了，我不想再看到有一个家庭失去父亲，就像捐赠人与被捐赠人。我没有爱上他。周晨努力解释。周晨，你现在承认你爱上了别人，我还能高看你一眼。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慈善捐赠啊，
你有哪次是和被捐赠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吗？又送给那个被捐赠人耳钉吗？这么多年过去，你犹疑了。我下结论，周晨最终选择净身出户。我低头看着他弯腰签下新一版离婚协议，他眼角已经有了细纹。我突然意识到他老了。17岁的周晨永远离开了我。17岁的时候，我和周晨一起逃跑，我们总想要赚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给彼此一个家。现在我32岁了，我有很多钱，曾经许下那个誓言的人却走丢了。离婚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每天不知道干什么，既不想去公司，也不想放下工作出去玩。最严重的时候，我突然想把财产都捐给国家，直接出家为尼。爬了半座山以后就老实了。这么多年，我和周晨也没有共同的朋友。离婚后，他的兄弟硬着头皮打电话过来劝我，你说你俩这么多年辛辛苦苦都过来，这时候离了的多可惜。周晨的朋友还是上大学时候的室友，那时候每到大学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就兼职去给大学生推销校园卡，每次假装自己是大学生，通过门禁的时候，我总害怕保安会突然发现我初中辍学，然后把我赶出来。有一次推销时，正好遇见了周晨，我想躲开，但周晨看到我以后，一把带过我，告诉他的朋友，我是他的女朋友，没有别的表白，我们恋爱了。大一过了一半的时候，周晨发现大学生也能申请助学贷款，我俩窝在出租房里，他拿笔和我算，如果申请助学金、助学贷以及奖学金，兼职能有多少钱。我们互相给彼此画大饼。周晨哭了，但他假装没有，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他说，以后一定会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言犹在耳。本周我第3次偶遇前夫，一开始我真的以为是偶遇，贴心的背过身去，给他留出体面离开的时间。巧合太多以后，我才理解，他后悔了，想要重新回到我的生活。其实我明白，他并不是真的深爱上了沈岩，只是沈岩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当年他没有家庭破裂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璀璨的人生，没有波折的人生。但那种人生里没有我，我是他苦难的见证者。他不懂我对他的严苛。出生时，我是不被选择的性别，只有在我能选择的婚姻上，我要我的婚丈夫永远不会有犹疑。从他选购、支付那对耳饰以后，我们的婚姻就破灭了。或许巧遇多了，在他不想见到我的时候，我也被迫进行了巧遇。餐厅里，他和沈岩相对而坐，两人的氛围更加客气而疏离。周晨先一步离开，他起身时，我和沈岩的眼神在空中交汇。我走过来，重新拉开椅子，坐到他对面。对不起，我没有想过破坏你的婚姻。沈岩先道歉。刚开始我以为我们只是老同学重逢，还以为是老天给的缘分，现在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不用道歉，我说，婚姻是2个人的事。我们对坐着喝了一杯咖啡，像陌生人一样告别了。周晨终于忍不住气，重新敲开了我们原来的家。但开门的不是我，是林深。他面对林深的询问，瞬间哑然。我可以不在意他。周晨给我发微信，我们离婚了，不需要你在意了。我语音提醒他，周晨，你这样要求我，难道这么多年你没有偏离过吗？周晨，你那个男助理，他看你的眼神，我都不想和你说。周晨，还有你那个合作伙伴，我给周晨设了消息，免打扰。人富起来了，自然就会有很多诱惑。当年我穷困潦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好感。
现在我有了公司，有了钱，很多人给我暗示，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喜欢的只有17岁时和我一起共患难的人，只是现在发现我们只能共苦，不能同甘。不过周晨这些小心思，他倒是从来没对我说起过。现在离婚了，反而更想当三了。或许他就是这样，以为自己爱的时候真的会很爱。17岁的时候我最爱他，32岁的时候他最爱我。可是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隔的不是山海，而是岁月。山海或可平，岁月不可转。32岁，我一起失去了我的婚姻和爱情。纵然有再多的钱，也再也找不到一个和我说话的故人了。深思熟虑以后，我决定预先退休，带着姐姐和理念的骨灰，和他们一起走遍世界。姐姐，你还会不会记得我呀？林深问。想起来，我打个响指，给你寄明信片。在机场，我又见到了周晨，他胡子拉碴，像是几天没有心思梳洗。我从熟人那里得知，他辞去了工作，准备去到我的老家，在我捐的学校里支教。我爱你，一直都爱，同样是经受挫折，甚至你经受的比我还苦还累，但你比我更先站起来，现在也远比我成功。周晨剖白，我才是那个懦弱的胆小鬼，总是幻想自己没有家破人亡的人生。其实当年提出逃跑的是你，支撑我的也是你。他深深地看着我，我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会原谅我，重新爱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如果我说让他去死的话，他真的会这么做。脑海中有2个声音在搏斗。恶魔说，背叛的人就要付出代价。天使说，好吧，我心里没有天使，好好活着吧，就当为了17岁的你和我。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